哇，我会跟这个朋友绝交啊！这朋友该不会是我吧？谁会一个人玩仙女棒？好孤独啊！喂，你好，我是 Miss Song。你好，我是 Miss Song。我是那个泰山的榴莲弟弟，榴莲弟弟你好，请问你有什么困扰吗？就是很奇怪啊，我朋友都说我很孤僻，就是比如说我就是会一个人过生日，这个很孤僻吗？一点都不觉得孤单。哦 ，OK。你平常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吗？我平常都会有人陪我过生日啊。不过一个人过生日也没关系啊。但是为什么过生日一定要跟别人一起呢？而且我就是一个不喜欢过生日的人。这样子难道不行？这样被讲成是孤僻吗？听起来很负面的意思。喂，弟弟，那个 Miss Song 等一下会给你一些不专业听听就好的意见，那就谢谢你来电喽。世界上会有比我更孤僻的人？你放心，我会找一个比你更孤僻、更懂得一个人享受的人来跟你聊这个话题。谢谢。你讲很长。喂，你好，帮我转接那个过得很自在的苏菲，谢谢。让我欢迎很懂得一个人过生活的美丽少女苏菲同学。对手，我刚接到一个，我忘记什么水果了。哦，榴莲弟弟的电话，他就说他自己一个人过生日，然后他就是觉得其实我也蛮享受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大家都觉得你好像很孤单。明明我就是一个人过得很开心，是不是很懂得一个人享受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？对，不会啊，我觉得讲话超级慢。不会啊，我觉得一个人过得很自在，什么都不怕。那个女鬼，我觉得一个人过得很自在。她是我身边的那个一个人过得非常精彩，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的女性代表。今天我们就列了，因为我们要来测量到底孤单这件事情有哪些级数，所以我们就列了一个国际孤单指数表，测量过，就我身边的人孤独指数都非常高，大概到第10他们都还可以接受。所以我想出来问一下你，哪一个你是真的觉得没办法？我看一下哦。一个人逛街，我非常喜欢一个人逛街；一个人吃饭也可以，我也可以。看电影我也有。我觉得最后一个啦，什么一个人去游乐园这种也还好。但是我一个人去照过胃镜。还有我帮你找到一个，然后孤单指数也很高的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国际孤独量表，经过我身边同事们的测试，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，所以就自己做了一个这么孤独量表。下款，就是我今天列了10级的孤独量表，让我们来介绍 Miss Song 孤独量表 No.1， 一个人参加要稀办的聚会，你好像很长。我很长啊，就是什么婚礼啊，一个人参加婚礼会觉得孤单吗？就大崩溃啊。对啊，就是会突然意识到，好像旁边真的需要一个人，就突然发现好像大家都有人要来接啊，我怎么办？赶快叫一台 Uber 上车啊！我通常都是高级的，只要大家一准备站起来，我立刻就叫好 Uber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不能当最后一个。我觉得你好聪明哦，不能站在那边，大家在分车的时候说，那你要怎么走？哦，等一下自己去叫车。真的哎，榴莲弟弟果然是非常懂得一个人生活。然后第2集，一个人去酒吧会，但是一个人酒吧一定是要对店里有认识的店员，不然还是有点危险。第3集。一个人过生日，然后这个一个人过生日的定义是你其实是真的想要过生日，而不是说今天是我生日，没关系，我今天什么都不想做，或是这种。我脑中想象比较孤独，就是一个人真的还买了一个蛋糕，然后送给自己。我好像没有自己买蛋糕，但是我有自己买仙女棒。我们昨天才聊到说，谁会一个人玩仙女棒？我4个就中2个，他也会啊，我也会，就觉得一个希望吧。我觉得好孤单哦。好，我们一个人过生日，所以目前有真的做到的朋友们吗？我不是买蛋糕约了朋友，但是朋友没办法，但是我还是很想要去一个地方看看海，然后我就去。哇，我会跟这个朋友绝交啊！这朋友该不会是我吧？我想说，我刚刚放过你鸟吧？我很常放鸟啊，没差。哪很常放鸟啊？工作很忙，你看要拍那么多事。第4集，一个人看演唱会或音乐会，我有过就是自己去买那个，就是很想要看踢踏舞的表演。那你有揪别人？我好像没有揪别人，因为自己看蛮方便的。好像没有一个人去看过舞台剧，但是我们来访问一个，就是我身边遇到同事，他是非常热爱一个人看演唱会的。你的心情是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一个人看演唱会就是，好想要怎么讲？
一个人看演唱会很好玩的地方是，你在那个演唱会上，不管是感动或是开心，就不会有人转过来看你。感动的地方就眼泪就不用收回去这样子。这个我好像有，因为我在纽约的时候，我看那个妈妈咪呀一个人去看，然后他最后是大家会在就邀请观众站起来要劲歌热舞，然后那时候我已经哭得泪流满面，太投入了，然后站起来的时候我整个是这样，就自己一个人这样很开心的跳，然后想说反正也不会有人知道我是谁，自己一个人这样。第5集，哇，这个真的我真的觉得很辛苦哎、这个你就是要完全跟一群不认识的人凑对。我们刚刚聊的是第5集，一个人报名密室逃脱。玩密室逃脱，你一定要揪一群人才能一起玩。如果没有揪到人的话，或是你就是想要今天自己一个人去，还必须要坐在现场，然后等其他剩下报名的陌生人凑满可能5到6个人才可以开始玩。我觉得这完全会尴尬真的会很孤单这个我真的没办法。看，我一直找到有一个可以突破我的那个孤单量表的人。我上次去玩的时候遇到一对情侣，就是你自己去吗？对，是不是？他是不是真的很厉害？我说你输了。以你的个性，是不是就很想赢？就真的很想玩这个游戏？因为我不是太笨的人，所以我不太怕拖累别人。通常我都是很快就可以破解的人。因为我只有玩过1次密室逃脱，然后我所有从头到尾的功用就是负责找钥匙。但我觉得最孤独的画面就是假设这是8人成团，然后其他那个7个人是他们是一群朋友，而且一个人就每个人都说，对谁谁谁，你过来帮我拿那个，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他们说不定人很好，他会说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先生，你要不要一起加入啊？这样听起来这个好像会，这个很厉害太大了。第6个，一个人煮年夜饭。有我有过我之前在纽约的时候刚好过年，然后又加班，然后就是打电话给家人的时候，我就真的哭好想家，很想家，然后就自己走进一家餐厅自己吃了。没有吗？没有，输了吧？输了吧？下一个，第7个，一个人去高空弹跳。一个人去，一个人跳，听起来不太妙。这个应该就是铁了心想，铁了心很想要跳下去。说不定你是一个非常有冒险精神，或是你很想要，本来就很热爱这种的极限运动的挑战，对，也可以。你会这样考虑过吗？我连8个人陪我去跳高空弹跳我都不会跳，我是一个人。我真的超级怕高空弹跳，因为高空弹跳是会下来，然后又弹回来，然后下来又弹回来，又下来又弹回来，然后你要这样得，然后最后才会停。但是飞机你就下来，你也毫无犹豫之处，就一直往下跌，一直往下跌。skydiving 是不是会有人教练？后面后面会有一个人呢，守护在你后面。对啊，我蛮想试试看的，可是那个好像很贵。好实际，是钱的问题。小资女。第8个真的是我认真觉得蛮特别的，一个人去吃桌菜因为我个人很常想要去吃什么泰式料理，但我都没有办法点，因为这一定要超过2个人以上，就这样菜的才能吃很多。然后就想说真的这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很孤单，如果揪不到人了。但是我遇到了另外一个孤单王，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跟你讲，这个有诀窍。比如说你点一个人去，然后你点4道你想吃的菜，但你要先分辨有哪些菜是隔夜就不好吃的。比如说炒青菜，隔夜就会有点黄黄，就有点烂烂的。就这道菜一定要吃完。糖醋排骨再加热，可能还不错这样子。所以就是你要先分辨哪些菜是可以留的，而且你就可以不用逼自己吃完，所以就可以很优雅的吃完。你当天就觉得吃到一个7分饱8分饱，就哇爽啦。然后就说不好意思，我要打包。对，就是每一个都还是一盒一盒，而且几乎是完整的菜色之后。那你坐在那个，就通常那种桌菜，桌子都比较大，旁边你的人都是一坨一坨的。你不要看那些人，你看你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不要分心，你不要看那些。这倒是真的啦，吃就是要认真。你吃，你去感受那个食物给你的愉悦跟快乐。第9集，一个人玩水上设施。我们那时候想是去垦丁啊，你就是要报名香蕉船，对，5合1，然后香蕉船，然后你要一个人就是坐在上面，然后前面的那个船长就会说准备翻喽，然后就自己一个人这样，这样，就是我就会真的很佩服他，就是非常的独立，也很懂得怎么享受生活。请问孤单王，你有一个人玩水上游乐设施过？我那时候的心里面只有想的是要叫还是不要叫。所以你自己玩过？对。我觉得有人要突破我们送的孤独列表了。那你有享受这个游乐设施？我觉得蛮好玩的。就像我如果去，比如说那种什么环球影城，有一个人的好处就是他每次到这边都说有没有一个人，刚好这边缺一个人，我就立刻举手。比较好像懂，就会跟陌生人一起。后来我就觉得，我发现我很习惯跟陌生人一起也没关系，反正我们又没有讲话。所以其实我发现我做不到，就是因为我好像做这些游乐设施或是活动的时候，我是比较在意
与人相处这件事大于这个活动。你们好像应该是想要真的很想玩这个活动，大于与人的那种感觉。第10个，一个人去度假胜地。我们那时候讨论的是一个人去那种度蜜月的地方啊，就不是都市，不是什么巴黎啊、东京啊或纽约，不是这种。那我突然想到，那你们会就是一个人去旅行，但是会故意拍2个人以上的照片吗？不要什么鬼照片。不是啦，像我一个人去旅行，我就会很享受，我就是只会拍吃的东西啊什么，就是我连自拍都很少。但是我发现会不会有一种状况，就是其实我一个人去旅行，但是其实我内心还是希望透过社群让大家知道我过得怎么样，所以我就会拍，可能就是手机架在这，然后可能就是有一种有人帮你拍，或者是就是看你看这样，但其实我都还都是自己一个人，好孤独啊！太酷。但我有曾经自己扛着脚架去那种旅游的店，然后自己架着脚架。我帮你找到一个朋友他也是。他就是在马尔地夫，我没有带脚架啦。你没有带脚架，那你都怎么拍的？我那时候买的就是一个运动相机，然后那个运动相机是可以连 app。我那时候还做过一个就是把它带到海边或是泳池边，就把它放在一个地方，然后我就开始往海里面走，所以它就会拍到一个我像是有人在帮我拍我走向海里的照片。我觉得他比我厉害。我觉得你这样好像真的不需要任何一个人，因为你很懂得自在的生活。我知道了，以后你们需要什么双人的什么折价或者什么，我们就凑一个，然后你们再各自约自己的时间去真的想要一起吃饭再一起吃饭，可以耶，没有任何压力。对，然后我们变成配对节目，小许跟我们聊爱你，我爱你。今天聊了这么多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个人也会去做的事情呢？赶快来跟我分享。Mason 在最后给大家一些不专业、听听就好的建议。一个人并不等于孤单寂寞冷，有些人呢非常享受一个人的状态，反而2个人以上会让他们非常痛苦。所以呢，不用太在意别人的眼光，也不用太担心被定义。那不管你是喜欢一群人的感觉也好，或者是享受一个人的生活也很好，最重要的是要怎么把生活过得精彩，过得开心。最后，我个人认为呢，孤不孤单是由自己来决定的。所以这个什么国际孤独量表，我们看看就好。最后，Mason就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，下班。